丹神塔的上空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暗黑魔气所笼罩，仿若一只巨兽张开了它那吞天噬地的血盆大口，正等待着猎物的自投罗网。在这恐怖气息的笼罩下，他们的神魂都被凝固了一般，即便是平日里在镇定自若之人，也不禁面色苍白，心神动摇，更是有黑云不断的凝聚，形成了一片暗沉沉的阴霾，就如同即将来临的风暴前的宁静。萧炎站在人群之中，他的眉头紧锁，深邃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。他能感受到那股暗黑魔气中蕴含的毁灭之意，仿佛连空气都在凝固，让人无法呼吸。好窒息的气息。他抬眼望向上空，那里的魔影如同一尊高高在上的审判者，负手而立，弥漫着连天地都感到惧意。那道魔影如同幻影般出现在那令人压抑的黑云之下，其脸上带着一抹森寒的笑容，目光如刀，直视着丹神塔塔主，声音冰冷而威严：“好久不见啊，丹神塔之主。”丹神塔塔主的面容在这一刻变得异常严肃，他知道面前这道魔影其实力深不可测，就算是自己也没有必胜的把握。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凝重，沉声回应道：“果然是你，灭神副府主。”两人的对峙就如同风暴中心的两个漩涡，互不相让，随时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毁灭性的冲突。周围的空气似乎都被这股紧张的气氛所影响，时间仿佛静止，所有的声音都被这无声的压力所吞噬。丹神塔塔主知道，今日这场对决是避免不了了。灭神府的副府主都亲自来丹神塔，恐怕他心中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也就要发生了。丹神塔之主，今日我来此也并非要摧毁丹神塔，我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来你们塔中取一物，还有就是交出那叫萧炎的小子，我便立马离开丹神塔。灭神副府主一脸平淡，即便面对着丹神塔中最强的塔主，也不露一丝神情变化，仿佛这一切都是意料之中。呵呵，狂妄，来我丹神塔取东西，你以为那么好取的吗？丹神塔会怕你灭神府吗？丹神塔塔主冷笑一声，可那语气之中带着无比尖锐的杀气以及霸道，令人不自禁的一颤。还有，萧炎他是我的徒弟，为何要交给你？丹神塔塔主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回荡在丹神塔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侵犯的重量。灭神副府主的脸上闪过一丝狰狞，那张阴鸷的面庞此刻也显得更加扭曲。他的手掌缓缓抬起，一股黑色的魔气如同活物一般蔓延开来，与丹神塔身的神圣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好一个老东西，既然你不交出这小子，那么丹神塔就此在神州除名吧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们灭神府究竟是如何只手遮天的。丹神塔主怒喝，声音如雷霆般在殿堂中回荡。这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，两股力量瞬间在空中对峙，即将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对决。灭神副府主的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，眼中闪烁着势在必得的神色。下一刻，灭神副府主的身体周围，圣魔之力汇聚成漩涡，仿佛能吞噬一切光明与希望。这力量顿时波荡开去，连四周的空气都变得扭曲，天地间似乎只剩下他那恐怖无尽的圣魔之气。丹神塔主站稳了身形，双手紧握，一道道复杂的符文在其周身流转，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。他的眼神坚定，充满了守护丹神塔所有人之心。虚空中的漩涡越来越大，似要吞噬整个天地。突然，他触碰到了丹神塔塔主的防御，天地开始爆发出剧烈的声响，仿佛整个丹神塔都在摇晃。恐怖的圣魔之气笼罩着整个战场，让人感到无比恐惧。但是丹神塔塔主所修炼的大道之法同样坚不可摧，两股力量开始激烈的对抗，充斥着大道之力的余波，扭曲着虚空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来自同为大道极限的强大神与魔的力量在虚空中爆发，宛如两股干涸了的河流相互碰撞，瞬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冲击波。强大的冲击波四处激荡，让人望而却步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颤抖起来。两大主神的战斗不仅激烈，更是难得一见，无数的能量在空中碰撞，仿佛要掀翻整个世界。两方的力量对拼，让人心惊胆战，仿佛已经达到了极限。最终那两股力量在虚空中发出一声毁灭般的爆炸后，气势滔天，强大的冲击波淹没了战场。不过有丹神塔塔主在现场，无一人受伤。刚刚塔主与灭神副府主的一招对拼，双方处于不分上下。老东西，没想到你的实力大有长进啊，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大道极限，看来你对你自己的丹道领悟非常之深啊。灭神副府主稍微有些吃惊，上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才不过是大道巅峰，虽然这上一次过了很久很久，但在大道领域中能够领悟自己的道，走到大道之极限，那是相当的困难。这现在这位丹神塔塔主竟然能够走到达道之极限，堪称是一位绝世天赋之人。自从天地浩劫之后，所有的主神都已陨落，但也有寥寥无几的主神残存了下来。可是这位丹神塔塔主可不是天古浩劫存活下来的，但也能够突破到现在的大道极限，倒是让灭神副府主觉得丹神塔塔主所领悟的丹道产生了疑惑。难道丹之大道当时被遗漏了？灭神副府主知道我乃大道极限，你想要在塔中夺取的东西，怕是没有机会了。面对灭神副府主的吃惊，塔主周身的玄妙道法运转得更甚起来。呵呵，
是吗？灭神府想要的东西可没有拿不到的，包括那小子也一并带回。灭神副府主眼中闪过一丝冷笑，身躯突然变得高大威严，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压在脚下。他俯视着丹神塔塔主，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圣魔气势，宛如一尊毁灭天的主宰之尊。